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1号星期日啊，我们今天开始做一个会员专享视频啊。那么这个节目呢，很多网友提出来，希望听听这个教育的话题。那我今天呢就做一个系列啊，就是这个系列叫做一个靠谱的父母啊。今天做第一集，我总共会做3集啊。第一集的题目叫教育观念最重要，那么第二集的题目叫什么呢？叫怎么和孩子相处。第三，方法和意愿啊，我讲这三个题目，我们用三个视频把我认为应该怎么样做一个靠谱的父母啊，把这个议题讲完啊。那么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总结了5个内容啊，五个小题目啊。第一个，孩子到底是什么啊？第二个，父母的使命和任务是什么？第三个，父母的责任和能力的边界在哪里啊？第四个，父母和孩子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第五个，子女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啊？我把这个叫教育观念，我把它列出5个问题来，我就这5个问题来跟大家讲啊。孩子到底是什么啊？这个问题其实是个蛮有哲学意义的问题啊，因为我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个工程师啊。那么，但是他来自农村啊，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啊。我受到了他非常严格的训练啊，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好父亲。但是呢，我觉得他做的不够好啊，因为他方法很粗暴啊。我是我们家孩子里面挨揍最多的一个啊。我觉得他有些方法非常粗暴啊，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做一个比他更好的父亲啊，这才是进步啊。那么在我的小孩出生之前啊，我和我太太经常去散步啊。我们做的一个最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在讲我们以后该怎么样去教育孩子啊。讨论了很多。其实在小孩子在怀孕期，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做的是对的。那么小孩子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中国人的价值观当中啊，中国人认为每个小孩是一个家族的延续啊。或者说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啊，小孩子是什么？小孩子是血脉的传承啊。我们就把血脉传承下去，所以我的孩子继承了我的血脉啊，他的孩子又继承他的血脉，这么中国人就这么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这是一种传承的关系。小孩子的定位是什么？小孩子定位是继承啊，主要他们的任务是继承。那么由于这个观念啊，这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叫血脉传承的观念，小孩子的定位是什么？小孩子的定位就是他是从属于大人啊，然后他长大以后，他再生一个小孩，那个再是从属于他，然后再这一代一代怎么下去？这就是中国人的传统的价值观啊。中国人对小孩子的定位是什么？他就是大人的从属。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但是呢，时代变化了，那么我们的生活的价值时代和我们父辈我们的以前的历史上的父辈们啊都不一样啊。那么我们现在由于社会的变迁，我们对小孩子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啊。小孩子那么大量的西方的这种观念影响我们的生活，其中包括小孩子到底是什么？小孩到底是什么？小孩肯定是
用西方的角度来说，小孩是独立于我们的独立的个体，我们只是这个家只是他临时待着的地方，他最终要走出去，建立他自己的家，这个家是他临时的居所。这是小孩子的定位啊。西方的观念是什么？西方的观念就是小孩子是你接受的一个任务，把他养大，最后他离开。这西方的这种传承关系跟中国就不一样。所以由于这个定位的不同，西方的家长和中国人的家长怎么看待小孩的态度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怎么去定位小孩，决定了我们用什么态度，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对待他，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传承关系呢？当然有这种传承关系，因为我们还是中国人。但是有这个传承关系是保持我们中国人身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是有一样东西改变，什么东西改变？就是这种从属关系改变。你的孩子不从属于他，不从属于你，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只有改变了这个关系，你和小孩的关系才能建立我们现代生活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我认为啊，这是我的看法，本节目全部只代表我的看法，不一定是正确，但是是我的看法，我思考过的问题。就是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孩子仍然是他血脉的传承，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不从属于他的父母啊，要用这种态度来看待他，我们在很多相处的问题才能解决我们未来面对的很多的问题。这是第一条，小孩子是什么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父母的使命和任务是什么？我觉得当父母呢，最重要的是要搞清楚啊，自己是干什么的啊。那么很多家长，我看我身边有在我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接触了很多的父母啊，那么看到形形色色的情况啊状况，有很多的父母为孩子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啊，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我经常觉得，很多家长其实没有搞清楚啊，家长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啊？我认为是这样的。那当然，这基于前面那个问题啊，父母最大的任务、最大的使命就是培养他啊，培养他成长。不仅仅是把他养大，不仅仅是给他一个好的条件，关键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他。什么叫培养？创造条件，创造符合他成长的条件，陪伴他，伴随他，提供他需要的东西，搞清楚他需要什么。这就像什么？这就像一个小树苗。一个小树苗栽下去啊，你要找个适当的地方给它，然后给它水，找一个有阳光的地方，阳光雨露啊，施肥灌水，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要培养它，了解它，陪伴它，提供它需要的东西，给它指导，给它只需要的指导，这就是家长的任务，也是他们的使命。我见到很多的家长愿意为小孩子做巨大的牺牲，但是其中有一样东西他们搞错了什么呢？并不是说这个家庭要为这个孩子做出什么，我不这么认为啊，而是这个孩子出生在这个家庭，我要为他做什么，或者是我要帮助他做什么，
这个家不是小孩子一个人的，小孩子只是家的其中一部分。为什么很多中国的家庭会出很多的状况？就有这一点没搞清楚，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成为这个家庭的中心所有的一切围绕着孩子展开，这其实是不对的其实不对。这个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树苗种在那里的时候，你找对阳光雨露施肥灌水都做对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可能它就会烧死，就是你灌肥灌的太多了，它可能就烧死，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孩子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不能够成为家庭的核心，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经常遇到的家长的问题是什么？家长把孩子变成所有的一切，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使命和任务要搞清楚。为什么我提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的责任的边界在哪里？我的能力边界在哪里？这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家长的责任是有边界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能力也有边界。家长没有无限的责任，对小孩子是有限的责任，这个很重要很多重要。大部分的中国家长不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要把我的一切献给他这就叫无限的责任，不对这个观念是不对的如果你没有一个丰满的人生，你就当不好一个家长，这个很重要。家长要有一个丰满的人生，孩子才有一个丰满的童年成长环境。所以家长首先要把自己活好，他才能做一个好家长。如果家长放弃自己所有的生活，放弃自己生活所有的内容，说我把所有的一切全给了孩子，其实这个孩子的生活是非常乏味的，没有意义的，因为很空很苍白。所以家长的责任是有边界的，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培养他，陪伴他，创造条件，给他指导，仅此而已这就是他的边界。不应该超出他的边界。为什么？如果当你超出了这个边界，提供无限的投入的时候，你的人生是苍白的。如果你的人生是苍白的话，这个孩子的生活，这个孩子可能他的生活就没有营养。小孩子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你的全部，你却是他的全部。所以如果你的人生不丰富不丰满，他的人生就很苍白，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讲父母的苍白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讲父母的很多父母觉得我需要提供我孩子最好的一切这里面有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什么？什么叫最好的最好的可能就是其实是你觉得是最好的，但可能不一定孩子觉得是最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最好的那个东西对孩子不一定是有利的我举一个例子，学校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比中国的家长更疯狂的为孩子安排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学校，就是他认为他能够博到的最好的学校。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家长不用我们不讨论是有多少家长是这样，基本上中国家长都是这样，就是我尽量的给孩子争取让他去一个我认为能够去到的最好的学校
但是这一定好吗？孩子进你认为去的那个最好的学校，就一定是最好的、最幸福的人生吗？不一定的。为什么？你想一下，一个学校，最好的学校出来也各种各样的学生，不同的孩子在不同的学校里面，他有不同的表现，对吗？好的学校他在那里未必那么好，没那么好的学校他也不一定跑不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呢，不能强求。不能强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家长要知道，你不能代替孩子，你的能力是有边界的，你的能力是有边界的，因为你的责任也是有边界的。要让孩子自己投入他自己的生活，他才能够找到最适合他的，适合他的才是好的。不一定你认为好的那个就是好的。所以在这些观念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想明白想通这件事情，才能走出很多现在我们讲妈妈群里面的那种观念。其实现在很多家长是被妈妈群里面的舆论左右啊，就是被这些妈妈群里面的舆论牵着鼻子走，自己很辛苦，孩子很辛苦，就是因为没搞清楚责任的边界在哪里，能力的边界在哪里，你的任务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你的任务你的使命不一定是给你认为最好的给孩子，就是你的任务和使命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好，这前面3个我讲完了，那么后面就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的本质是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观念呢？就是孩子的人生到底是谁来决定的因为我父母是非常传统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我在高中的时候，我们当时开始有文科班，在我那届开始有文科班，我就想去读文科班。我父母是电子工程师，他们当然不希望我去读文科班。我跟我父亲冷战了一个暑假，后来我父亲妥协了所以我觉得我父亲还是不错的。他最后说，他说那你就去吧去读文科班嘛。但是你做的这个决定，你承担后果。我很记得他说的这句话，我真的很感谢他让我去读了这个文科班，因为我觉得这个决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小孩子的人生到底是谁的？小孩子的人生，很多家长很明白、很清楚的知道，小孩的人生应该由他自己去决定的。但是在他没有成年的时候，我还是要帮他做决定的，这是大部分中国家长的观念。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不是这样。其实小孩子有他自己的人生，他自己是有能力做决定的。为什么？为什么他有能力做这个决定呢？因为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重大的决定，其实早就做好了。什么意思呢？你想一下，如果你从小就不给他做任何的决定，他没有机会做决定。当重要的决定来临的时候，他一定做不了这个决定，一定是你帮他做的这个决定。如果你从买一颗糖开始，让他自己去决定，让他自己去选择，他最终会做自己的选择。你去帮助他去做对他有利的选择，你从小就在培养他这件事情，最后他就会做他自己的选择，他做他人生的选择。
他的人生就在他手里。其实这件事情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他说了算，是大家一起说了算，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父母和孩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其实说到底就是一个伙伴关系。父母的任务是培养他，帮助他成长，但是其实大部分家长没有想清楚这个培养和帮助到底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这里有3颗糖，小孩子跑过来说他想吃糖，你是去决定让不让他吃，还是让他去判断能不能吃，还是帮助他决定吃哪一颗？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方向。你上来就说不行，不可以吃，这是一个方法。还有我们现在还10分钟之后开饭了，你现在能吃吗？这是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现在吃可以，但是你可能会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个方法。不同的方法，你有不同的取向，小孩子的行为就会根据这个不同的取向做出回应，他的成长就朝着不同的方向在走。我们经常要明白一点，我们在面对孩子的时候，你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每一个动作他都明明白白，不要以为他不懂不记得，他记得明明白白。所以我们上来就要搞清楚我该怎么办，我跟孩子是什么关系。我们如果是伙伴关系的话，那就很简单，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决定，我帮助你去做这个决定，我们一起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 vision。 教育的核心是什么？教育的核心就是你要提供一个什么呢？你要提供一个理由，去做这件事情的理由。这个理由的背后是什么？这理由背后就是个 vision。 所以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伙伴关系。你要帮助他去建立一个 vision。 这个 vision 是什么？这个 vision 是一个长远的动力。我跟我们的女儿讲，我讲小孩子要成长，你的任务就是学习，你要学习要成长，成长就必须学习。你要当科学家没问题，但是你要学习。这就是一个 vision。 你要跟他建立一个 vision， 而不是你要给他一个 vision， 你要帮他建立一个 vision。 好，这个 vision 背后是什么？这个 vision 背后就是一个理由。这个理由不是你给他的理由，是他给他自己的理由，就是学习的理由。我们跟他建立这种伙伴关系，我们才能够把他自己内在的动力调动起来，这就是理由。你要一个理由给他，这个理由不是你给他的，是他自己明白的，他自己给他自己的理由。每天你要拉2个小时的琴，如果你说不服他，你要让他自己说服自己。这背后是什么？这背后就是 vision。 伙伴关系的核心是什么？伙伴关系的核心就是一起去建立一个 vision。 你帮助他建立这个 vision 之后，他就找到了努力的理由，走下去的理由。好，我们最后一个做父母的子女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子女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刚才讲，我们要跟孩子一起我们跟孩子在一起，我们是个伙伴，人生的伙伴。我们帮助他去建立一个 vision 提供他长期的一个成长的动力，长期去努力去拼搏的一个理由。
提供一个这样的理由。这个 vision 不是说我们跟他一拍脑袋搞定了这件事情，不是的。其实建立这个 vision 是长期的、不断的演进的过程。这个 vision 是不断的在演进的，不是一拍大腿搞定的问题，不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在不断的成长，他的视野不断的开阔，他不断接触新的事物。在他接触这些不断的新的事物的时候，他的 vision 会不断的变化。你要帮助他去理解和把握自己的这个 vision。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去理解我们的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自己认为教育目标是3个一个观念，2个生活生活跟学习，一个什么观念就是价值观。家庭教育很重要，学校教育很重要，相辅相成。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家庭教育更注重哪里？家庭教育更注重价值观，学校教育更注重知识他们两者相互配合。但是从家庭教育来说，最核心的是什么？你要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这就是价值观。你要提供他判断这件事对和错的依据，这是什么？这是常识。所以价值观里面包括很多内涵但是最终表达的是什么？最终表达的是你要告诉他这件事情可以做，这件事情不可以做。有一天他走出这个家庭，走到外面去，他在这个社会上，他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这是最重要的、最核心、第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有一些小留学生跑到国外去胡作非为，一下子就放羊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父母没有告诉他，没有建立一个完整的价值观，他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是第一重要。第二就是这个孩子以后到底能够成什么事情能够发展到什么样，取决于另外2点。第一个，好的生活习惯；第2点，好的学习习惯。这2点决定了什么？决定他未来的发展的高度。其实我现在回忆我在我父母家的时候，我父亲大概是一个很传统到一个典型的地步，就是他给我们5分钟起床，从小5分钟起床，5分钟小孩子就要从床上爬起来。这是什么？这就是纪律。这是什么？这是生活习惯。然后从小就提供这种生活习惯。很多时候一个人最终你能成什么事情，取决于很多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人跟人之间的能力的差别，智商的差别并不大并不大。真正产生差别的，其实我认为就是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你能不能走多远，你能飞多高，取决于这2个习惯。所以我们的家庭子女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就是3点：一个价值观，一个好的生活习惯，一个好的学习习惯。把这两点建立好，把价值观培养好，我们的父母教育就基本上完成任务了这就是我讲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这种目标。做一个靠谱的父母不容易，很辛苦，但是我觉得首先要搞明白，就是我们到底应该干什么，我们到底不应该干什么。
哪些事情是我们必须做，而且应该做好的，哪些事情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这个才是搞清楚这个，才能做一个靠谱的家长，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谢谢大家。